这3笔交易虽然最后都是盈利了，但是其中有一笔交易，我在这个过程中是很煎熬的。那么我将通过这个视频来讲解我在做交易时的完整的一个决策过程，包括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怎么做的，以及把结果来分享给大家，相信可以对你的交易有所帮助。那么这3个交易呢，我分别做了3个不同的品种，来告诉大家交易技术可以使用于各种范围。一个呢是这个英伟达，一个呢是 ETH， 一个是铜期货。接下来呢，大帅就给大家分享我具体的一个交易过程，包括为什么我要这么来做。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交易过程。首先我是选择在大趋势往下的过程中来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首先切到周线，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线的过程中，英伟达已经进入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布林带窄幅震荡状态，上轨附近是阻力，下轨附近是支撑。同时的话呢 RSI 是朝下的，所以我决定做一波下跌趋势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就开始观察它，我发现日线中轨已经往下了，代表趋势往下，同时 RSI 要往下的，我找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回摸布林带中轨阻力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就是我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我们切到1小时周期可以看到，我在这个位置就是当它回摸布林带中轨不过的时候，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阻力点，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空头的一个好的机会。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盈利空间会从中轨跌到下轨，这是我的一个预期，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空单，目标呢就是盈利位置到下轨。同时的话呢，我也思考了它有可能这个位置震一震走一个双底往上过去，所以呢我在中轨附近设了一个止损。这个呢就是这个当时的一个位置，包括当时的一个盈利空间。切到更小的周期，大家可以看得更具体，当时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设完之后呢，跌到下轨附近，我就发现它有支撑了，不是那么好跌下去了啊。包括可以看到跌到下轨附近，它又开始反弹的动力。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当时我是有一点想平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还能顺应继续往下走，所以我选择了什么呢？我选择了设了一个止损。这个止损呢，我当时是设在30分钟的中轨附近，就在这个位置的中轨附近。如果它重新站上30分钟的中轨，那么我认为它的强度可能是足够的，所以我就在这个位置附近设了一个止损。后来的话呢，它就把止损打掉了，等于我是吃了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一个盈利空间，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布林带的中轨到下轨的空间，这2个是差不多的。虽然我当时呢位置选的比较好，但是又反弹了一段，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布林带中轨朝下的一个下跌走势。当然呢也可以做长线啊，但是我主要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所以我暂时不做长线啊，要不然做一波长线拿着很长没有太大意义啊。我觉得短平快比较好，那么我就正好把这个盈利空间从中轨到下轨的这个区间给它完全的拿到了。这就是我做这笔交易的一个具体的交易思路。那么这笔交易呢，最后成功的完成了啊，我觉得是最符合体系最容易的啊。接下来的几笔呢就没这么容易了啊，因为一般来说股市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下一笔的话呢是这个 ETH， 我们来看一下 ETH。 这个 ETH 思路的话呢，我做的同样是从中轨到下轨的这一段，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品种的选择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做 ETH， 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当初我有2个选择，一个是 BTC， 一个是 ETH。当时呢，他们俩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做的时间是12月15号。那么12月15号 BTC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BTC 是这根 K 线。这就是为啥我当时选择做 ETH 而不是 BTC， 因为可以看到当时我找的时候位置不是特别好，因为那会儿我没办法一直盯盘，我看到的时候 BTC 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那么我认为它没有下跌空间了，或者说相比 ETH 它的下跌空间很小。因为我做的时候呢 ETH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它还有到下轨这么多的一个下跌空间。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在品种对比之后，我果断放弃了 BTC 而选择做 ETH。然后同时呢 ETH 我做的是一个4小时周期，大周期的话呢其实是一样的。最近的话加密货币和这个美股走的高度趋向然后大周期的话呢也是一个下轨开口往下，然后我选择的是一个4小时的周期，可以看到4小时我是在这根线上车的。但是在这根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我是在这根线快收线的时候上车的，我几乎是在这个位置上车的，也就是3000点附近我们可以看到3000点就是这个黄线这里在这个位置上车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当时我发现晚了，我没有这种位置了。如果说我提早的发现，或者我一直盯盘看到这个情况，我肯定会选择在它跌穿中轨的位置上车，然后在上轨设置止损，这个是我最习惯的一个纪律，也是最稳妥的。但是我发现晚了，那怎么办呢？我选择在这根 K 线还有4到5分钟收线的时候我上车。因为这个时间呢，这根 K 线基本上已经决定了。虽然我大概在提前20分钟就观察到了，但是我一直在等它收线。因为如果这个位置它收线，有可能存在一个什么走势呢？就是它收一个上影线收上去了。那么如果它收上去重新站上中轨，它就有可能借着中轨往上弹，然后再加上这个位置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下跌支撑，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一定确保下跌的动能是充足的。所以我是等它收线了以后，或者说还有4到5分钟收线，确认它的强度够了，我才在这个位置选择来开一个空单。然后呢，这个位置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位置开空单，其实它的盈利空间不是特别大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最后我的盈利空间是50个点，从3000点做到2950不是特别大那么为什么这个位置还能做呢？就是因为除了刚才讲的不宁线以及下跌趋势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符合加恩体系的一点。哪一点呢？前面给大家讲过，它这根 K 线跌穿了前期的高点，那么这根 K 线的话呢，它其实是成功的把这些前期的高点给它跌穿了包括这个位置，对吧？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前期高点它把这个前期高点给它跌穿了，那么它就符合加恩体系的一个跌穿高点的一个离场位，所以呢这个位置就是符合的一个位置。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因为这种位置盈利空间可能有限，我不可能说扛到以中轨作为一个止损点，那么很有可能Leo如果到这里它上摸中轨直接把我打掉，我是不赚钱的，甚至还是亏钱的。那么我怎么设置的呢？我是设置以下轨为这个止损点，当它成功站上下轨刚刚站上的时候我就离场。当然我不是按照4小时，按照4小时太慢了，我是按照15分钟，等于是我做了从这一段跌穿下轨一直到它重新站上下轨的这一个空间。那么具体的点数来说呢，就是从3001点到2951点，一共51个点的空间，差不多就是 2% 的跌幅。这个呢就是 ETH 的思路。首先通过刚才给大家讲的品种选择，为什么我不选择 BTC 以及如何对于这种来说短线的快速离场，而不去过多的去停留而且因为这个位置入场点不好，我没办法说把止损设在这，
如果我把止损设在这，那么我可能会考虑沿着中轨设止损，就算它这里打掉，我也有这么多的一个盈利空间。但是入场位置不好，所以我只能被迫以小周期来加速离场。这就是这笔交易我的一个计划。但是这笔交易虽然有分歧，但不是最难熬的。最难熬的是什么？最难熬的是在这个铜期货的一个产品上。我们来看一下铜期货。铜期货的话呢，我是做了一个多头，而且铜期货的话呢，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在最好的时间点来入场铜期货在这里，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应该更多的盯盘但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我没办法一直盯盘，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在这个位置了。而且这个位置还有一点不好，就是它没有明确的回踩中轨。如果它明确的回踩中轨是一个最好的位置，但是它没有明确的回踩中轨就往上反弹了，而且我预判以它的强度并不会明确的回踩中轨，所以我就在反弹的过程中来入场。铜期货的话呢，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大周期是比较舒服的虽然布林线涨到了阻力位附近，但是我上场的时候呢，它在这个位置等于收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很多人看这种线会害怕，但是对于上涨区间反而是好事情，因为像周初的时候它跌下来了，那么它就有足够的一个反弹空间，它可能到周末的时候呢，一周结束的时候又重新涨回去了所以我并不害怕，因为对于我来说趋势是很重要的，位置也很重要。好，那么日线级别呢，我就选择我认为回踩中轨的这个位置附近当然不标准的回踩中轨是很正常的，这个需要一个经验。那怎么判断呢？我是用的4小时，可以看到4小时我是在这根 K 线入场的。按照标准来说，完整的回踩中轨它应该回踩到大概这个位置是中轨，但是我看它4小时已经企稳了，所以我就不等它完整的回踩中轨。这个是一个小周期来提前判断趋势转折的一个办法。那么在这个位置我选择多单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位置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上一根 K 线站上布林带的一个下轨了，代表上根 K 线撑住了，趋势变强了。第二个特点的话呢，也是运用前面江恩体系，但这个是一个变种。你可以看到这根 K 线也是当天的一根 K 线，它成功的把这个底跌穿了跌穿之后呢，它又重新站了回来，然后又再次回踩这个底部，没有过去，又重新往上反弹了。那么这同时满足2点。第一点的话，这个位置它成功的站上了前期的一个底部，这是江恩体系的一个买点。第二点的话呢，它形成了一个 W 底。这2点呢，让我认为它会有足够的一个盈利空间，所以我就在它确认之后的下一根 K 线，也就是这根 K 线，选择多单入场。同时的话呢，虽然这个 K 线 RSI 是背离的为什么说 RSI 是背离的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 K 线的时候， RSI 它并没有往上拐头，它还是往下的但是我认为它已经企稳了，所以我就在这个位置入场。但是在这个位置入场很考验一个东西，考验什么呢？就是按照体系来说，它如果这根 K 线是明确的回踩中轨，那它必须满足2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回踩支撑强度够，第二天应该快速反弹，并且应该反包它虽然这会儿我们看是反包了，但是从当时我看的时候它并没有反包，甚至还在往下跌所以这个是很难熬的一个点，就等于这会儿时间是我的敌人如果它反弹强度不够，我就必须立刻止损，因为时间是我的敌人，不是我的朋友这个位置等于是一个考验的地方。然后4小时的话呢，这几个位置特别难受，为什么？首先这根上影线让我很难受，因为它等于回摸4小时的一个中轨，
回摸4小时中轨是一个阻力，它回摸4小时摸不过去，收割上影线代表它强度不够，我很难受，我就得想撤退了然后这根 K 线更难受，它又往下踩，去踩我的一个成本，让我也很难受而且当时这根 K 线有不好的一点，就是我的止损是设在这根 K 线的最低点，日线的最低点，所以我的止损范围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不能修改我的止损范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的止损范围是在这这对于期货来说，这个空间其实是比较大的了但我不能修改我的止损范围，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这个位置上不去，再次回踩一下这个底部是正常的是完全正常的它完全可以说这个位置它直接这根线回踩不宁带的一个下轨，再重新往上涨就是正常的。所以如果我以这个底部来设置止损，我很有可能被打掉，它再重新往上上所以我只能以前期的这个底部来设置止损，但是我会比这个底部多了这么大的空间，这对于期货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有一点的运气成分当然我是通过趋势来判断的，会稍微好一点然后这几根线就很煎熬，然后到这根线就更煎熬了，它去摸中轨了，但是没有过去。那么在这个位置，它其实等于反弹的空间已经走完了，反弹的空间就是下轨到中轨，这个是标准的空间，对吧？所以它等于空间已经走完了。这个位置我可以选择离场，但是我又有点想，这个位置如果它是日线站住了，那它会不会就往这个日线的上轨去涨了刚才说错了，我是4小时站住了，它会不会就往日线的上轨去涨了？我就有较大的空间和盈亏比。所以在这个位置呢，一般我会有2个策略，这2个策略一个是仓位多的策略，一个是仓位少的策略。如果仓位多，我一般会选择怎么呢？我会选择在这个位置平掉1半的仓位。平掉仓位是为了什么？平掉仓位是为了导致哪怕这个位置上穿失败，回踩下面踩到这个底把我的止损打掉，我也能不亏不赚。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保护策略。很多时候如果我做趋势或者我的仓位比较重的时候，我会这么做我要保护自己的资金不能受损。这样的话呢，如果在这个位置平掉1半，它继续往上走了，走得对了，我1半的仓位继续往上赚是完全够的。它往下跌了，趋势结束了，没有反转，那么我剩下1半仓位平掉，我是不亏不赚，利润给我垫底，这个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这次交易的话呢，我本来大概就用了1/4的仓位，所以我就没有平它，而是选择提高止损，我把止损开始移到这根 K 线。然后当这根 K 线成功站上4小时之后，我得确保继续移高止损，因为这个位置一旦回踩，很有可能把我止损打掉，我又不赚钱。那这个位置怎么移的呢？这点很重要，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后来又踩下来了一点，但是没有把我打掉。怎么移的呢？就是我把它移到1小时的周期，移到1小时的周期的中轨就是我移到这个位置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对应的话它就涨到这个位置，然后再回踩中轨，没有把中轨打掉那么它就又重新往上反弹了。对应的话呢，就是4小时的这根 K 线，这就是这根 K 线的回踩。然后1小时的话呢，我就决定短线差不多就离场了，我就不断的提高中轨，随着行情走不断的提高中轨，直到这里呢，我把中轨又提高到不宁线以上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如果这根大绿线夸夸的往上打完，往下还把这根绿线破了，基本上它就要跌了，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成本提到这根绿线的底部了把盈利空间，最后这根 K 线打掉了止损，我的盈利空间呢就等于从这根 K 线到这根 K 线，对应的话呢就是这么多，就是我的一个盈利空间这就是我的3笔交易后来呢，你看果然它又打下来了，如果拿着不动的话，
那么它基本上就把我的盈利空间缩得很小了，对吧？肯定没有这边这个盈利空间大，这个也是一个短线的秘籍啊，我不想这个拿太长啊，这个长线的话比较简单，所以在这里呢，我更分享一些短线的一个攻略。那么这就是呢这3笔交易，分别是一个铜期货，一个 ETH， 一个英伟达啊。以后的话呢，我可能也会做一些汇率啊等等，让大家看到在所有的品种上交易都是实用的，只要你搞懂体系啊。当初来给大家分享这些呢，其实是想给大家说，这个交易实战中有很多很具体的东西，可能我平时没有讲到，但是我通过实战呢就可以给大家分享到。虽然这几笔交易我回头想一想啊，都不是一笔完美的交易，如果我看盘看得更多，或者说我盯得更仔细，我可能能把它拿得更多，或者说能更好的控制空间。但是我觉得这3笔交易都还是符合体系的交易，是一笔我愿意重复的交易。就这种模式我愿意继续重复啊，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还是符合体系的，只是说我可能要更加的优化它，让它做得更好啊，就跟有些地方其实还是有点运气成分的啊。例如这个位置，刚才给大家分享了4小时的这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1小时打掉了，我可能在这个位置就被迫止损离场了啊，就会少赚一些。包括这个位置，为什么我要设置在这里，就是怕它这根线回摸下轨。如果我当时把止损设在这，那就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了。所以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运气成分的。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有一些煎熬，有点想拼仓啊，但是我还是按照体系、按照纪律来执行啊，不会说这个随着感觉走。毕竟后面 RSI 都往上涨了，那就没有必要随着感觉走了。这就是我对交易的一个认知，包括我自己的一个过程。接下来呢，大帅也会持续给大家分享我是如何来做交易的，在不同的品种我为什么进场，为什么离场，我是如何止盈止损的。我会给大家分享我真实的犹豫、盈利、犯错甚至亏钱的经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好看的一个盈利图或者曲线图。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请订阅我的频道或者观看这个播放列表，我会每周更新。以上内容呢，仅为大帅自己的个人交易记录和思考，不构成投资意见。感谢您的观看，谢谢订阅。